剛剛結束的巴薩客場對馬競的比賽，隨着補時第97分鐘，中後衛改打中鋒的阿勞霍在門前將一個勢在必進的球給頂飛了。那麼主教練弗里克在場邊捶胸頓地，而馬競的 GTO 流氓教師西蒙尼終於帶着床單軍團再次闖入了歐冠4強。另一邊沒有意外，還是實力說了算。利物浦又輸了個0-2，而且總比分0-4慘敗。連續2個賽季在歐冠被大巴黎淘汰出局，老 K 已經聞到了利物浦主教練斯洛特下課的鐘聲。好，咱們先看巴薩這一場，也不知道怎麼地了，巴塞羅那今天埃里克加西亞又在下半場領到了直紅，被罰下場去，所以他也成為了巴薩队史在歐冠讓紅牌次數最多的球员。過去庫巴西、皮克、阿勞霍曾經各得2張紅牌，埃里克加西亞得到了第3張，下場之後在更衣室通道怒摔球衣。但是沒有辦法，這就是主教練弗里克的戰術。看了比賽你就知道，這球如果不犯規，前場2打1肯定被进球。巴塞羅那現在的高位壓迫戰術来到了歐冠就是被隨便捅，在聯賽嘛依靠自己前場火力足，一般就是靠中場控球壓着對方打。但是在杯賽对方可不慣着你，2場比賽2張紅牌基本都是高位壓迫造越位失敗導致的。上賽季還有伊尼戈馬丁內斯拖後能夠讓庫巴西輕鬆往前壓，這個賽季無論是搭配阿勞霍還是馬丁都不行。但巴塞羅那確實沒人，本質上還是後防球員的水平菜，基礎的防守能力、紀律、身體素質全部拉垮。也就是靠弗里克和亞馬爾還有佩德里他們，還能帶着這條後防線冒充歐洲頂級球隊。所以弗里克也是因為這幾個後衛確實巧婦難為无米之炊，所以無論如何也只能使用這套戰術。而今天打馬競，亞馬爾被對方的球員隨便鏟來鏟去，但是因為少了拉菲尼亞的牽制，火力差了太多，最後对方1張黃牌都沒有。马德里競技非常的聰明，在禁區內幾乎沒有任何動作，但在禁區外就整死你。好幾個犯規都是朝着巴薩球員的小腿踢上去，這種犯規你說踢到球也就算了，可是完全連球都沒有碰到。但是嘛，也不算是明顯的亮鞋釘，也不算是反擊機會，所以没有吃到黃牌。西蒙尼培養出的球員人人都是6邊形戰士，就是拼命的撞你，你但凡吃不住力量对抗，就真是没有辦法。而每一次当亚马尔进了禁區馬德里競技精得很，我就多塞點人，就是讓你亞馬爾隨便過，但是我禁區內就不犯規。所以馬德里競技的防守戰術真是沒毛病，吃準了裁判的尺度。其實今天的比賽對巴塞羅那真的非常有利，開賽僅4分鐘，朗格萊的回傳失誤直接讓亞馬爾拿到了單刀破門，總比分扳成1-2。上半場第24分鐘，奧爾莫接到左路的傳球一腳直塞，費蘭托雷斯在禁區線上接到球爆射得手，24分鐘巴薩已經將總比分扳平了。可僅9分鐘後，馬德里競技在反擊中，右路和中路的球員一個簡單的三角形配合，略倫特在右路傳中，盧克曼包抄破門，總比分3-2，再次領先。此後雙方就殺紅了眼，一直到第80分鐘，馬德里競技右路一腳斜傳直塞，瑟略特拿球，這時候埃里克加西亞已經被甩在身後，沒有辦法，只能犯規。這個球如果被瑟洛特打個2過1進了球，那總比分馬競領先2個，巴塞羅那更是會直接宣告死亡。好，朋友們，明天又是皇馬拜仁、阿森納的2場歐冠淘汰賽第2回合。淘汰赛第2回合的比賽真的就像決戰，所以也提醒大家盡量將咱們的節目看完，千萬不要漏掉下半部分的福利。在這裡衷心的感謝大家的訂閱、點讚和支持。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沒說的，中立球迷看爽了。今天的比賽雙方打得都非常好，尤其是馬德里競技西蒙尼的換人。下半場66分鐘以後，西蒙尼連續換上3個前鋒，這就幾乎是屬於陽謀了。面對巴塞羅那的高位，就是要打你的反越位，典型的造紅牌戰術。知道你防線前提你防守稍微有動作我就躺下。作為後衛，你也不可能一點動作沒有就放前鋒過去，所以確實是純粹的紅牌。這種大單刀的機會作為強隊，哪有像巴塞羅那這樣每場比賽都能遇到好幾個的？未來弗里克要就是在後防線上要換血買人，否則這一套戰術以後強隊打巴塞羅那場場都能造你1張紅牌。之前巴薩的對手每次跑出單刀還能爭取一下射門，可現在知道你門將胡安加西亞的撲救非常逆天，乾脆我們就造紅牌。而且巴塞羅那現在前压逼搶的戰術，由於前面都是小屁孩，沒什麼對抗能力，體能也不足，
所以2場比賽踢完，從許多細微的博弈能看出，西蒙尼真是把對面的弗里克給拿捏透了。66分鐘之後連換3個前鋒上來，想也能想得到，你巴薩的後衛肯定體能就跟不上。另外，本屆歐冠有個冷知識，每一次小組抽籤以後奪冠賠率第2的球隊，從來沒有在歷史上染指過最後的冠軍。本賽季又是巴塞羅那將這一記錄繼續延續，而往往賠率第1的球隊好幾次還有球隊拿到冠軍。上賽季歐冠抽籤後的賠率第2是皇家馬德里。而至於裁判每次總有些小判罰讓雙方都不滿，其實雙方也都有得利，可關鍵的判罰總感覺巴塞羅那還是吃虧多呀。好的，現代足球發展到2026年，老 K 真的建議大家看一看這一次馬德里競技的瑟罗特和小西蒙尼，只要巴塞羅那的後衛在后面碰一下，本身從物理學來說絕對不至於倒地，況且有那麼好的單刀机会，按理說正常人肯定會爭取一下直接單刀破門。但是這種情況下，只要我作為前鋒球員我倒地了，那麼肯定對面的後衛就是紅牌，所以即使倒不了地我也要倒地，規則上確實也是紅牌。所以現代足球的戰術細節的博弈，西蒙尼將之發展到今天這一步，歸根到底就一個核心思想，始終要讓本方獲益。那麼理智來說，對方被罰下一個，這收益比進一個球更大。另外，馬德里競技這邊首回合的科克，還有次回合今天比賽的勒諾爾芒，無數個黃牌動作，最後還能踢滿90分鐘。戰術犯規這麼多，最後都能沒有得牌。2回合打下來，馬德里競技伐木隊確實牛逼。踢到後面，巴塞羅那明顯被裁判搞了心態，佩德里一直在找裁判抱怨，直到本方隊友被紅牌罰下才徹底死心。而對巴塞羅那來說，最重要的爭議，奧爾莫禁區被推倒沒吹，勒諾爾芒背後踢小腿沒有吃黃牌，巴薩的角球卻變成了門球。不過即使是10個人應戰，這2輪的巴塞羅那依然是非常具有威脅，真是拼到了最後一刻。有這樣的巴塞羅那作為對手陪襯，那麼馬德里競技時隔9年重返歐冠4強半決賽，不管接下來面對誰，馬德里競技的這種勇氣和團結，過去連馬競球迷自己都無數次倒戈想喊西蒙尼下課，可是任何人都知道西蒙尼之於馬德里競技真是一道獨特的風景線。至於亞馬爾仍然值得表揚，但是亞馬爾未來想要成為世界第1球星，那必須要在心態方面提升一下。本場看起來非常有畫面，但最有威脅的還是開場的10幾分鐘。亞馬爾有着獨一檔的傳球能力，但到了後面老想着自己帶球解決問題，可能也是太想證明自己了。所以上半場亞馬爾真牛逼，下半場心態太急，反而帶着最後沒有那個射門能力，總愛射一腳，這射門還射得特別急，位置更好的隊友最後就看不見了。所以確實亞馬爾今天下半場有些處理球完全不合理，而且踢到後面確實也跑不動了。聯賽亞馬爾應該安排休息一下，這今年夏天還要打世界杯呢。巴塞羅那全隊就指着亞馬爾一個人過日子，對面在禁區裡擺上了大巴，而今天亞馬爾有一個把人都過乾淨了，送了一個倒三角傳球，卻讓奧爾莫打飛了。奧爾莫這腳打成這樣，真有點繃不住。而馬德里競技西蒙尼真是老狐狸了，知道你巴塞羅那就是搶上半場，想殺死比賽，那種強度的前插和拼搶，到了60多分鐘，巴塞羅那肯定頂不住。這時候西蒙尼換上有體力的3個替補前鋒，那麼巴薩的體能明顯就下來了。下半場的馬德里競技打的是真有血性，歐冠的西甲內戰確實精彩，2個隊都完全有進4強的能力。那麼也希望馬競走得更遠，能夠拿一個歐冠為自己和西甲證明。最後今年在杯賽，巴薩永遠都輸給了馬德里競技，而且每次都只輸1個球。但總之，弗里克的巴塞羅那是站着死的。巴塞羅那23-24賽季1/4決賽次回合的阿勞霍，24-25賽季1/8決賽首回合的庫巴西，25-26賽季1/4決賽次回合的埃里克加西亚，連續3年歐冠淘汰賽都染了紅牌，甚至3次都是同樣的位置右中衛，這算不算是一種紅牌的詛咒呢？今天馬競的表現，場上格列茲曼老將的作用比对面巴塞羅那的佩德里都強，他的视野，他的轉移球，他的分球，大師級別的。現今足壇已經很少有這樣好的視野和一腳出球的大師了。他在場上的幾個轉移球真能把內行給看濕，一傳球就是手術刀。他的持球能力、護球能力、組織都是大師級別。格列茲曼越老越有《三國演義》裡面老將軍趙雲的那種味道。常山趙子龍格列茲曼，進球他的功勞最大，
所以呀，像這種老將，你就不要讓格列茲曼看到有歐冠半決賽或者決賽的機會，要不然他是真給你拼命。75分鐘總比分3-2的時候，老將軍格列茲曼被換下。希望屬於這一代床單軍團這一批球員，他們真能把握住這次拿歐冠的機會。35歲的格列茲曼今天繼本澤馬和埃弗拉之後，成為了第3位在歐冠第100場首發的法國球員。本澤馬一共132次，埃弗拉剛好100次，所以再踢個2-3場，格列茲曼最後在這個榜單會落在第2名。下賽季隨着他的離去，馬德里競技很可能會買來 PSG 大巴黎的李剛仁，韓國球員。大巴黎對李剛仁的要價在4000萬到5000萬歐元之間，而馬競方面認為為李剛仁付出這筆費用完全值得。老將最牛逼的還有一件事，格列茲曼一共生了3個女兒，分別出生在2016年、2019年和2021年的4月8日，這也算另類的帽子戲法，3個孩子的生日竟然是同一天。那麼算算日子每年6月應該是格列茲曼的備誕期，說明他專挑下休期辦正事，這也不會影響日常聯賽的狀態。格列茲曼真是位非常有職業素養的球員，長得雖然帥，但是很顧家，從來沒有傳出過什麼花邊緋聞。老 K 記得看過14年前，當時格列茲曼剛剛出道時候的一次視頻採訪。當時他是邀請記者來到了家中介紹了自己的狗狗。這條狗狗呢，總是不斷的亂咬東西。隨後就介紹了自己的女友，也就是現在的妻子艾瑞卡。格列茲曼當時介紹了女友送給他的一些珍貴禮物。當時他還在皇家社會，14年前的格列茲曼就非常的謙遜友好，而且內斂。他當時因為外出泡吧被法國足協禁賽。在採訪裡，他當時也談到說自己犯了一個嚴重錯誤，理應受到處罰。而且格列茲曼從小就非常喜歡打遊戲，還在記者面前展示了自己的非法遊戲技巧。弹指一揮間，14年就這麼過去，感覺格列茲曼什麼都沒有變，只是一個月一個月，一年又一年。我們已經接近了在歐洲5大聯賽即將告別他的那一天。我知道有許多球迷都非常的喜歡格列茲曼。過去的14年，客觀說，他也對得起所有人對他的鍾愛。格列茲曼踢球的風格，踢球就像在場上跳舞一樣。在法國球員的歷史身價榜上，姆巴佩的2億歐元排在第一，而格列茲曼的1.5億歐元排在第二，奧里賽的1.4億歐元排到了第3。這是真的不容易，其他的很多都是黑人球員。这是真的不容易，因為其他的幾乎都是黑人球員，只有格列茲曼是白人，而且身高只有1.76米，身體並不算強壯，速度也不算快，爆發力也不算好。所以足球這個運動項目真值得我們熱愛。他無數次的在格列茲曼這樣的球員身上證明，只要你踢球有超凡脫俗的頭腦和球商，身體和運動能力並不是最重要的。好，巴塞羅那這邊亞馬爾，說真的，除了射門之外，亞馬爾其他方面的能力，姆巴佩比不了，登貝萊比不了，奧里賽、杜埃等等都比不了。未來1-2年，只要亞馬爾向梅西學習，不斷提高自己的射門，那麼再加上他的盤帶、球商、傳球和大局觀，特別是吸引好幾個防守球員的能力。說真的，現在的亞馬爾雖然只有18歲，但對一支球隊的作用和影響力應該是當今天下獨一無二。不過今天雖然進球，但確實有好幾次踢得太不理智，太想證明自己，哪怕被4個人包夾，這時候球如果傳出來，那亞馬爾的作用就無敵了。可他非要帶，沒辦法，畢竟剛剛18歲嘛，夠可以的啦。巴薩的球迷知足吧，有這麼一個爆種。今天嘗試過人14次，成功過人8次，關鍵傳球4次，被犯規3次，全是本場最高。亞馬爾是真的說到做到，在今天的比賽燃盡了。本賽季的他已經直接參與了40個球，創了個人單賽季最佳紀錄。那麼不知道19歲、20歲的亞馬爾能不能單賽季直接參與60球、80球？因為直接參與50球對他來說已經是小 case。上賽季的亞馬爾55場比賽，18個球，21個助攻，加起來39個。本賽季才剛踢了44場比賽，這要是跟上賽季一樣，再多踢個11場，那50個直接參與進球，完全是手到擒來。本賽季亞馬爾確實是長球不少，人也低調了許多。特別是想一想拜仁的奧里賽雖然很強，但是有哈里凱恩和路易斯迪亞斯可以幫助奧里賽分擔很多防守壓力。但是在巴塞羅那呀，感覺沒有人能幫亞馬爾分擔。那麼今天才只有18歲的亞馬爾已經達成巴薩第150場的里程碑，他在這個榜單上也超越了過去的博揚，成為了最年輕的球員。博揚是在20歲136天完成的，亞馬爾現在是18歲275天。而今天亞馬爾開賽第4分鐘就破門，
這也是巴塞羅那自2018年以來在歐冠淘汰賽的最快進球，並且亞馬爾打入了本賽季在歐冠中的第6顆进球，創下了職業生涯單赛季歐冠進球數的新高。那麼8年前2018年是誰打入的最早進球呢？當時是梅西呀，梅西對陣切爾西第3分鐘破門。另外，今天亞馬爾本賽季歐冠直接參與了10個球，也使得他超越了哈蘭德，成為了這個數據上最年輕球員。當時哈蘭德拿到這個紀錄是19到20賽季，19歲212天。另外，除了亞馬爾之外，今天巴塞羅那排出的首發陣容平均年齡竟然只有24歲347天，這是歐冠淘汰賽上最年輕的首發陣容。哈哈，這樣的青春風暴其實有個潛台詞，是巴塞羅那這幾年確實沒錢買人。這場上除了31歲的坎塞洛之外，年齡第2大的2個球員只有27歲，真的恐怖，真正的青年軍。但是得了2張紅牌，還是也輸在了太年輕上。這也算时也命也，過去2年的4場生死戰，亞馬爾carry了4場，盡力了。而淘汰他們的西蒙尼在歐冠3次淘汰了巴塞羅那，在這個面對同一對手的淘汰數據上，只有過去的安切洛蒂曾經4次淘汰過拜仁。那麼比賽已經結束，對巴薩的球迷來說還是有些意猶未盡。今天如果加維在拿黃牌之後，弗里克早點派上德容，也許會不一樣。因為当时巴薩的中場都已經出不去球了，還在換前鋒。下半場巴薩的中場都已經崩掉了，還不早點上德容。德容最後只替補打了9分鐘，但說不好，也許德容還是帶傷上場呢。在德容上來之後啊，依然是巴塞羅那最穩的中後衛，扛着人能把球搶回來。一個德容，一個赫拉德馬丁，是現在巴塞羅那對抗最好、處理球最穩的中後衛。不管輸還是贏吧，今天的後防線最想誇的也有赫拉德馬丁。後場的萬金油，這2年赫拉德馬丁的進步是肉眼可見，希望能夠盡快在西班牙隊打上主力。OK， 總結一下，巴塞羅那關鍵字紅牌，紅牌，紅牌。近3個賽季在歐冠6次染到了紅牌，其中2次都導致巴塞羅那止步歐冠8強。這就看今年夏天總監德科妙筆生花，在缺少資金的情況下，一定要給巴塞羅那買來1-2個好的中後衛。另外一場，利物浦還是沒能創造奇蹟，還是被大巴黎打了個0-2。但是賽前放出狠話的索博斯洛伊，本場比賽11次夺回球权，10次地面对抗胜出8次，3次空中对抗全部胜出，傳球總數75次，精準傳球62次，還有搶斷5次，均為全場最高。索博斯洛伊賽前說的那一句，我已經準備好要在場上戰死，這種狠話真的很少看到。今天洛威在中後場補防了無數次，可是利物浦過去的比賽風格從來沒有靠防守取勝過，就是需要進攻啊。但這方面索博的處理球略顯拖沓，傳球也不太準。今天最後那個丟球也有索博的責任，但他已經盡力了。而今天的比賽，利物浦和大巴黎雙方在場上都多人受傷，尤其是31分鐘，埃基蒂克似乎出現了跟腱的傷勢，被担架抬出场外。慢动作看，他在加速過程中出現了典型的沒有接觸的蹬地發力的問題，這通常就是跟腱斷裂。事發之後，埃基蒂克也一直在按壓自己的跟腱部位，這就完了，麻煩了。這種是大傷中的大傷，很有可能預計恢復時間會達到9個月左右。喜歡看 NBA 和看足球的球迷都知道，最怕這種沒有對抗的受傷，尤其是跟腱。所以最怕這種雨戰，好像是埃基蒂克滑了一下。而39分鐘替換他上場的薩拉赫，本場比賽幾乎就是薩拉赫的最後一場歐冠，但是最後的一場歐冠就這樣草草收場，讓人唏噓不已。法老王確實老了，許多不該有的失誤，但也幾乎傳出了能破門的傳球。當所有人都看到薩拉赫因為一個失誤而極度懊悔的時候，才猛然意識到這就是他的最後一場歐冠。還有1個多月，利物浦的球迷們就要跟薩拉赫說再見了。現在埃基蒂克又重傷，伊薩克剛剛重傷恢復，沒有法老王的利物浦何時才能再進入歐冠決賽呢？今天的對手大巴黎是薩拉赫歐冠生涯交手次數最多的对手，但5次交鋒只有0個球0個助攻，還能說什麼呢？這是利物浦隊史上第2次在歐冠淘汰賽中2回合都被对手雙殺，且1球未進。上一次還是整整20年前的2005到06賽季。當時利物浦1/8決賽被本菲卡淘汰，2回合總比分0-3敗北，而20年後的今天總比分竟然輸了個0-4，所以無數人都把炮火對準了光頭主教練斯洛特。斯洛特的戰術想學傳控，卻沒有傳控的細膩度，想擺大巴卻沒有紀律性。
經過他接近2年的調教，徹底拋棄了克洛普時代的紅軍血性，強行給球員塞入不兼容的4不像戰術，既丟了瘋跑壓迫的傳統，也沒有建立起所謂的傳控體系，只看到球員越踢越別扭，進攻毫無章法，全隊都越來越懦弱，越來越被用廢，戰術被爆，戰術僵化。許多有特色的利物浦球員都被雪藏，而斯洛特喜歡用的又往死裡用。今天打的4-2-2-2陣型，2個邊後衛水平有菜，沒有人傳中，上了2個中鋒卻沒人傳中，直線傳球又塞不進去。所以戰術方面，利物浦很多年都沒有見到過這麼自毀長城的調兵遣將了。斯洛特賽後倒是依舊嘴硬，他說呀，今天我們利物浦的點球被推翻，這個決定啊，如果你看看我們利物浦的賽季，我一點也不驚訝，因為有太多的裁判決定對我們不利。對我來說很簡單，如果裁判沒有判罰點球， VAR 根本不會介入。哎，朋友，你倒不如怪天氣，或者說球員沒吃晚飯沒力氣踢球。哎，這2位荷蘭光頭教練斯洛特和滕哈格是一個師傅教的嗎？比賽總踢得稀爛，總指望着賽後發布會來逆轉。倒是對面贏了4個球的大巴黎主教練路易斯·恩里克呀，很會說話。他說，我們 PSG 和上賽季的心態是一樣的，輸球和贏球的心態也是一樣的，因為足球有時候就是不公平，有時候公平，這取決於你的運氣。像今天我覺得我們大巴黎很幸運，下半場沒有丟球，之後比赛就輕鬆多了，第1個進球就結束了比賽。哎，斯洛特，你看看人家贏了4個了，還說自己是運氣好贏的。PSG 這支球隊真讓老 K 說中了，到了4月5月，他們的調教狀態是越來越好，尤其是當家球星鄧貝萊，今天首發出戰90分鐘進了2個球。只要今年再讓鄧貝萊拿個歐冠，甚至在一起和姆巴佩拿個世界杯，那金球獎算誰的？愛打遊戲的遊戲王鄧貝萊，今年要是再蟬聯金球獎，姆巴佩到哪兒哭去？賽後，大巴黎的中場球員維迪尼亞發了社媒，猛誇鄧貝萊。維迪尼亞只寫了一句話：這家伙越來越猛了，為所有人感到驕傲。我們既能踢出好球，也能扛住困難，但始終團結在一起。半決賽，維迪尼亞雖然沒有點名，但大家都能猜到，大概率說的就是梅開二度的隊友鄧貝萊。反觀皇馬的姆巴佩，連續5年帶隊卻4大皆空。當然，皇馬的歐冠賽程還沒有結束。咱們姆總如果帶着皇馬逆襲，拿了今年的歐冠，那是真正的大逆轉。好的，英超克星大巴黎至此啊，在歐冠淘汰賽中已經連續5次淘汰英超球隊，分別是上賽季的利物浦、阿斯頓維拉、阿森納，本賽季的切爾西、利物浦。近7個賽季 PSG 5次闖進歐冠半決賽，是同期所有球隊中最多的。而被大巴黎雙殺後的利物浦在斯洛特治下也首次遇到了歐冠的連敗，並且今天再次被對方零封。可比賽中利物浦今天完成了21次射门，這也是他們自22年歐冠決賽以來在沒進球的歐冠比賽中射門次數最多的一次。本賽季利物浦在歐冠單賽季12場輸了5場，這也是首次，並且各項比賽加在一起，本賽季的輸球率已經高達 34%， 這是自09到10賽季以來的單賽季最高輸球率。另一方面卻成全了對方大巴黎的門將薩弗諾夫，成為了自19年的納瓦斯之後首位連續3場歐冠零封的大巴黎門将。巴黎队本賽季的歐冠已經打入了38個球，追平了上賽季剛剛創造的隊史單賽季歐冠進球紀錄。而隨着本賽季還有幾場比賽要踢，大巴黎很有可能繼續刷新這個紀錄。巴黎隊的鋒線水平確實太屌，只要他們找到球感，射門跟不講道理一樣，而且球踢得好，球品也很好，依舊是多點開花，依舊是全攻全守。巴黎队這場比賽給我們展示了什麼叫做實力超群，3條線都超猛。總結一下，今天送別利物浦，也可能是送別斯洛特。一場比賽已經證明高位逼搶才是紅軍利物浦的靈魂呀。過去斯洛特所謂的傳控是完全抹滅了利物浦的軍魂，今天這一場終於開始重新打高位壓迫，無論是戰術考慮還是拼死一搏吧，至少證明紅軍利物浦的球員是可以的，是積極的，是想贏的。下半場的利物浦全队像打了鸡血一樣踢了20分鐘，看得大巴黎的球迷是心驚膽戰，眼看着也許馬上就要來奇蹟，可斯洛特果斷站出來，再次證明了他自己的能力是真的不行，親手把希望掐滅。但至少每個球員已經拼盡所有了。索波斯洛伊滿場飛奔，格拉芬貝赫的一次次2點爭夺和推進，
科納特的一次次防守解圍。恍惚間，我們看到了克洛普那一支红军利物浦過去的风骨。球員們是踢得真好，球员們是真的在玩命。現場的红军利物浦球迷在晋级无望的情況下，在比賽最後1分鐘唱響隊歌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這支利物浦他們還殘存着一些血性，殘存着一些軍魂。如果下賽季能帶着這樣的劲頭回到英超，那麼利物浦會依靠自己特有的韌性。無論是薩拉赫離去，或是范戴克未来的離開，利物浦的管理層、主教練、球員只要醒過來，就踢高位逼抢，坚持高位逼抢，爱咋咋地。好，明天又是拜仁对皇家马德里，现在拜仁是2-1領先，然後阿森納對葡萄牙體育，阿森納1-0領先。這2場球老 K 盲猜一下，皇馬逆轉拜仁，而阿森納這場應該不會出大問題吧。皇馬這邊上一輪聯賽主場1-1戰平赫羅納當時比賽第89分鐘，姆巴佩遭到了赫羅納球員的肘擊，在禁區內倒地，可主裁判沒有判罰。但現在西班牙足協的裁判技術委員會在最新一期節目中回顧了這次判罰決定，他們認為這一個確實可以判點球，但是沒有辦法，裁判已經判了，這樣的賽後承認也一點用都沒有。現在皇馬備戰這一塊，除阿梅尼明天停賽，但仍然在隨隊訓練，他希望始終體現出對隊友的支持。而皇馬即將去的拜仁主場，拜仁在歐冠主場已經5連勝，過去28場拜仁在主場只輸過1次。有趣的是，這一次皇馬去慕尼黑他們只是下榻於慕尼黑一家很普通的酒店。過去幾年，皇馬通常會在慕尼黑的英國花園邊上的一座希爾頓慕尼黑公園酒店。這個英國花園是慕尼黑當地的一座大型城市公園，但現在呢，由於這家豪華酒店正在進行大規模的翻新，所以不得不重新安排。有意思的是，這次皇馬沒有選擇其他任何一家豪華酒店。要知道，其他歐洲頂級俱樂部到了慕尼黑，大多數會選擇像瑰麗酒店、文華東方酒店、四季酒店、安達仕酒店或者查爾斯酒店。可這一次皇馬很有意思，他們入住了奧林匹克公園附近的萊昂納多皇家酒店，名字聽起來很高級，但其實只是一家4星級酒店。但選擇這家酒店呢，有一個好處，跟市中心的喧囂相比，這裡的奧林匹克公園相當安靜。在交通順暢的情況下，球隊大巴只需要20分鐘就可以到達安聯球場。備戰中可以看到姆巴佩的右眉上方貼着一個小創口貼，這是上一場西甲比賽被猛烈肘擊的結果，傷口當時需要縫合。周日姆巴佩也缺席了訓練，但現在已經恢復健康。姆巴佩和他的隊友們來到了這家普通的4星級酒店，直接導致酒店的價格從140歐元瘋狂的漲到了515歐元。對了，大家要知道，在歐洲的4星級酒店一般都非常的一般。而朋友們如果要去荷蘭、德國，最好是要住那種有 SPA 的酒店，因为荷蘭、德國的 SPA 都是混浴全裸混浴。明天皇馬的比賽，據說中場居萊爾和卡馬文加可能會被放在替補席，那麼前場就很可能使用維尼修斯、姆巴佩、迪亞斯，中場貝林厄姆、巴爾韋德、皮塔奇。而如果迪亞斯踢右前衛，巴爾韋德踢左前衛，大概率還是4-4-2。最重要是要將拜仁的2個邊路限制住。皇馬的比賽，皮塔奇是個看點，他非常像莫德里奇、維迪尼亞的踢法。比賽等到70分鐘，當拜仁的逼搶能力下降的時候，居萊爾踢不上來。要知道，姆巴佩和皇馬的比賽70分鐘才是最重要的節點。而在後防線上，左後衛門迪很可能會成為皇馬限制奧里塞的關鍵。門迪剛剛傷愈復出，4天前在對陣赫羅納的比賽僅僅出場12分鐘。現在看卡雷拉斯在上場比賽得到了輪休，可能會明天首發出任左後衛。但是過去我們記得，只要門迪登場，他總能完成任務。在他身體狀態良好的時候，盯防薩拉赫、亞馬爾這種頂級邊鋒沒有任何問題。他的身體條件強壯，非常出色，位置感也好，速度也快，而且擁有出色的防守意識，非常擅長預判和搶斷。皇馬現在的3個左後衛，防守方面門迪是最可靠的一個。當然，直到比賽開始之前，一切只是紙上談兵。拜仁這邊的奧里塞已經斬獲了6次助攻，他很可能打破拜仁球員單賽季歐冠的助攻紀錄。而哈里凱恩已經連續4場歐冠進球。英格蘭球員過去只有傑拉德曾經連續5場破門，這也真讓人感嘆，傑拉德是真厲害，他只是一名中場球員。而拜仁的門將諾伊爾如此出色的表現，
仍然有可能參加世界杯。德國隊主教練納格爾斯曼正在對他進行重點關注，只要諾伊爾保持健康，5月份納格爾斯曼很可能會把他招入國家隊。而明天拜仁恐怖的三叉戟，他們3個人已經合計貢獻了92次直接進球。奧里塞、哈里凱恩和路易斯·迪亞斯既有終結者，又有創造者，還有爆點型的邊鋒。這種級別的進攻三叉戟讓人想起了過去巴薩的 MSN， 還有皇馬的 BBC 組合。好，另外阿森納方面，如果他們明天能夠擊敗葡萄牙體育，歐冠半決賽就會對陣馬德里競技。相比來說，馬競比拜仁和巴黎還是要好踢一些，所以這次是阿爾特塔最可能進入歐冠決賽的機會。之前老 K 一直在說，阿爾特塔今年有可能歐冠聯賽都能拿下，所以關鍵時刻千萬別掉鏈子。提醒一下，現在阿森納隊內的左路馬丁內利，本賽季歐冠每63分鐘就能制造一個進球，這是阿森納队史上的最高效率。如此華麗的數据，馬丁內利很可能是奇兵，但他的特點最好是替補上，一首發就是災難。好，輕鬆時刻。今天呀，切爾西邊鋒咱們前曼聯的邊鋒加納喬突然清空了自己 TikTok 賬號中所有切爾西相關視頻，僅僅保留了效力在曼聯時期的視頻，而且轉發了球迷們呼籲他回歸曼聯的懷舊集錦。要知道去年8月，加納喬才剛剛以4000萬英鎊的轉會費從曼聯來到切爾西，還簽下了一份為期7年的長期合同。而本周末，切爾西即將在主场迎戰曼聯，加納喬即將面對舊主。但今天他在社交媒體如此搞事兒，看來呀，情感上非常的複雜。加納喬是不是以為自己是租借去的切爾西，還想回曼聯？可估計曼聯這邊絕對不會讓你如願的。本賽季英超聯賽，加納喬首發14場，只有1個進球，4個助攻，混得實在是太差，也難怪只有21歲的他就開始懷舊了。好，今天拉丁天后夏奇拉，也就是過去咱們巴塞羅那隊長中后衛皮克的前妻夏奇拉，她在社媒發布了一段視頻，身穿着巴西隊的球衣，測評了巴西的美食。夏奇拉在視頻裡吃的這些東西老 K 都不認識，但是她說今天我吃完這些之後，我保證自己就要開始控制飲食了，這樣到了科帕卡巴納的時候，我才能拿出最好的狀態，像巴西女人那樣要有巴西的翘臀，該有的都要有。別的不說，大家看看夏奇拉的胳膊真的健康，已經快50歲的人了，這身材長相保養的跟30歲差不多。夏奇拉15歲就已經出道，真的是很早就非常出名，但他其實是1977年出生的，快50歲還如此可愛，真的難得。另外，過去咱們鍾愛的意大利國籍巴西球員若日尼奧的老婆發布了一段小视頻，視頻裡面若日尼奧的兒子一直在老媽凱瑟琳·哈丁開車的時候扒拉他的胳膊，隨後被老媽趕下了車。凱瑟琳·哈丁是愛爾蘭的歌手，2023年若日尼奧向她求婚成功。如今若日尼奧已經34歲，在巴西甲级联賽弗拉門戈效力。好，另外前不久的女足亞洲杯，伊朗的女足队長加巴里現在正在澳大利亞尋求政治庇護，但她遭到了伊朗當局的懲罰，家屬受到了威脅，全部財產被沒收。伊朗女足隊長近期被伊朗政府列入了一份敵對勢力支持者的名單，共涉及400人。由於3月2日伊朗女足在對陣韓國隊的比賽前，球員們拒絕演唱國歌，以此表達對伊朗政府無声的抗議，但這個行動使伊朗媒體將他們視為戰時的叛徒。而且有一名伊朗女足球員曾經收到母親發來的語音留言，警告她不要回来，不要回來，他們會殺了你的。還有另一條由家人秘密傳出的信息，上面寫道，你們必須留在澳大利亞。事件發生以後，澳大利亞政府出於安全考慮，向伊朗女足球队提供了庇護。女足队長和另外的6名隊友最初接受了人道主義簽證，但幾天之後他們又選擇了放棄。據稱這是因為他們在伊朗的家人受到威脅，被迫做出的決定。隨後有4名隊員準備返回伊朗，目前僅有2人仍然留在澳大利亞。好的，感謝大家對節目的支持，歡迎您訂閱，歡迎您點讚、熱推、評論和分享，咱們明天再見。